们继续来看这个叶子啊，叶子的画法，就是叶子跟这个尖形花瓣的记住，大家一看看这些是不是也跟叶子形状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但是叶子真正在画起来的时候，它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。叶子呢，有的是这种的，假如这是根部啊，这是根部，是比较胖一点的。还有的叶子呢，它是这种，对不对？有大叶子，有小叶子，它都不同啊，都不同，甚至在角度不同的情况下，叶子的表现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也会有点不一样。这种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比如说像玫瑰花的叶子，可能就更倾向于这一种。所以说，在我们日常绘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这个叶子画成，它是直接一个圆连到这个根茎上面的啊，它一定是有一个细细的小根让它去连接。所以说，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也要把它的这个叶子上的叫什么，把这条给画出来。所以说，画一个叶子的时候，也要去练习各个角度。比如说，我要画一个胖胖的，好啦，你看看，比如说这边啊，我在这画一条直径，在这儿。在这上面去进行叶子的绘画，我们要从它的外面向内侧去画，从外面向内侧，也可以从内侧向外侧，不影响。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叶子就有了？一个叶子有了，有的叶子大，有的叶子小啊，也可以从这个枝条上分散出来叶子，稍微拐弯一点点的，慢慢拖出来，是不是有了？来，在这边往上面拐一下弯啊，对不对？也有了。有时候都是通过这种轻重轻的手法去画，但是在画的途中呢，我不一定是拉直线，我可能在画的过程中，我拐个弯往这边走一走，我再往这边拐过去，对不对？这种都算是画叶子的基本手法，都会用得到。想画大一点的叶子，好吧，来，轻重轻。那我一笔画不完怎么办？那我就再用轻重轻的手法再把这边给它补上。但是像这种的话，相当于画组合花瓣了啊。但是组合花瓣的话，大家要学会怎么去能控制好我们这个左右的压笔力度。比如说，来，同学们看，比如说大家练习一下画叶子的时候，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两笔？第一笔来往右边去歪，往左边去歪，这个地方是一条偏直线的，然后再次取胶，把右边我再给它压下去。然后在这个前端渐渐给它收起来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像叶子的叶子，很像叶子的叶子？来看一次啊，往左边去压，好，收起来。再来看右边，还是同样下去，但是从这个时候的用笔力度往右边去靠，这个难度就会相对来说有点大了啊，有点大了。不如说是咱们这种一笔有一笔直接画完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两个的区别是啥呢？当我们用到一些粘洗类的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种用两笔组合成的叶子中间是有一条叶脉的，中间能看出来吧？一笔完成的中间是光滑的，所以说如果粘稠类的胶两瓣组合，它会更加有写实感觉，更加有写实感觉。那接下来画叶子，我们怎么去练习控笔？就是通过这样试一下啊，就是不是说画的时候往右边去打圈，不是这么去画，好不好？因为需要一边有弧度，一边是直线的，所以说在轻轻放笔压的时候，往右边去扭动一下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一定结尾收的时候是一条直线下来的。千万别说我前面画的很好，我知道往右边去拐弯，结果画着画着上那儿去了。不要，这边是一条直线，再给它回来。也就是说，画接下来这个叶子，一边是直线，另外一边好是这种，好吧？这是左边的画法。那右边呢？一条直线啊，这边是往右边去使劲过来的，然后把它来组合成，不就是又是一片新的叶子吗？对不对？又是一片新的叶子。所以大家去练习这个控笔手法是来轻重往右边去使劲往下拉直线啊，往下拉直线。好了，这是一个，再接着往下画轻重轻。但是你能不能发现这边是直线的，这边是像波浪形一样？就练啥呢？画叶子练的就是力度左右的控制，而不是去练基本的形状了。左边练好，练右边。大家可以连续练啊，连续重轻重轻重轻，这么连着往下去练习练画，这就基本上几次你们就能练好。但是千万不要这样，这是错误的啊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慢慢画，不着急，用咱们的笔尖去轻微控制一下，先细细的拖出来，看啊，整个拿笔的姿势，往笔尖靠一靠，往笔尖靠一下，然后轻轻拖下去，然后往右边压，再慢慢往下拉直线，也就是右边是使劲的，左边是直线。就是这种，最后我们组合叶子的时候，好，左边一笔下去，因为叶子有的都偏细啊，来这边
是不是？这是左右练习的空笔，着重练哪儿呢？就把这个好好练，就是练左右的方向控制。能不能把右边控制好，左边控制好？一定记得把结尾处给它拖长一点点，把这个尾部这个尖尖拖长一点，然后前端在拖的时候可以，比如说我可以直接下去吗？可以，但是结尾拖出来一点啊，拖出来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最好还是前后差不多一致，它才好看。那叶子大家再去练习控笔的时候就这么去操作，然后把这3个大家如果都学完的话，记得统一去交作业，统一去交一下作业，然后也可以大家像我一样找一支笔，大家肯定在记笔记嘛。随便画几条，咱也甭管它是什么样啊，随便画几条，画好之后来取胶。取好胶之后，在这上面交错。笔干了啊，笔干我得稍微润一下笔，用笔胶，要不然你画的时候不流畅。就是当笔特别粘稠的时候，画的时候可能会不够流畅。你看这样就舒服多了。这是一笔完成的叶子，我也可以不够粗的时候加粗一下，就是通过这种2个叶子左右的配合去走。看基本的一个有了吧？然后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练习组合花叶子，来这一笔，这边一笔。一般组合类的叶子画都会偏胖一点点的。但是说你要画细细的叶子呢，咱一笔做完就得了啊。好了，上面我们也可以适当去练习一些什么往下垂的叶子也是轻，无非就打个弯呗，然后再收下来，就这种，是不是一下子叶子就弯起来了？对吧？就这种。当然肯定不能这么弯啊，因为枝在上面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了，结尾处就是通过这样把我们这个整个枝条上面所有的叶子给它画好，也可以练习画一些细细长长的小叶子，细细长长的小叶子。就是压笔的力度别那么重了。是不是细细长长小叶子？好了，你看这个枝条不就完成了吗？还有一些什么菱形的叶子啊，菱形的无非笔尖要收起来，笔尖不能炸毛，笔尖一旦粗了，大家画起来就不好画。无非就是两边胖一点呗，让它形成一个有那种方圆角似的那种感觉。其实那个人家不可能说故意会画成菱形，只是在画的过程中偏向于菱形。你比如说右边这个就是偏向于菱形一点点，感觉就是这种，好不好？来试一下啊。对了，还要把这个所有花画好之后，记得去照一下灯，把这个花用如果粘起来的彩绘胶照一下灯，它就是光滑的了，就不会蹭的到处都是了，好吗？要不然它长时间不干啊。大家多多注意保好几个本子，试一下。那这一课就到这儿。